这是我们两个最近最喜欢的一张合影。是的，你没有听错，它不是那些我们旅拍中的美照，我们都觉得它抽象的很有趣。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使用全景相机，而在短短的2周里，它就承包了全工作室所有人的表情包。没错，这就是大疆的第一款全景相机 Osmo 360。那它有什么特殊之处，以及关于全景相机到底要怎么拍才好玩？那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台全景相机呢？那在这一期的视频里啊，我也想试着给出我在首次体验了全景相机之后的答案。而且我也拉上了陆米仓的小伙伴们啊，你能从我们群里的这些表情包中感受到他们对于这台机器的喜欢。好玩啊，它瞅得很特别，就是这种我会愿意发出去。拍摄上太省事儿，这举着就拍了呀，后期上那可不关我事儿了。从工作量上，就是来回倒也挺麻烦的。我感觉做表情包挺好玩的。关于机身设计呢，当我第一次拿到 Osmo 360的时候，在外观上说实话其实没有太多的惊喜。前后2颗摄像头，侧边是开机键，一个横向的屏幕，屏幕下面有2颗按钮，分别是录制和切换镜头。那它们各自都有什么用呢？比如说这个切换镜头键，它就可以在你录 vlog 的时候切换你看到的和自拍2种视角。说我们在用 Action 5的时候，有时候比如我们要自拍的时候拍到前面，我们就得这么着怼过来。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全景相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按一下右下角这个键，看，所以其实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如果你可以接受它这个单摄像头的画质的话，那我觉得用它拍 vlog 也完全没有问题。大疆的运动相机一直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叫 snapshot， 就比如我现在是关机状态，我只要按一个键看，它就可以立刻拍摄了，非常的快。而 Osmo 360这次2颗按键都可以变成 snapshot， 就你可以在设置的自定义按键里边自定这2颗按键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保证无论你是在用全景模式还是单视角模式，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拍摄，这个在实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大家记得，如果想在全景模式下消除自拍杆的话，不能像我这样把这个相机折过来。那由于我第一次使用全景相机没什么经验，所以编辑的时候还纳闷为什么消不掉。那当然，虽然这些我都交给米老师了，但是他也经常会按错。这是8K， 你又给开 8K 了。你不懂。Osmo 360里边的操作界面，包括它的交互逻辑，都是熟悉的大疆味儿啊。那大疆也把它常用的一些拍摄模式都列了出来，比如说语音控制、手势操作都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说啊，就是我拿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确实没有看上去体积应该有的重量那么重，就是它的实际重量其实跟Pocket 3差不多，但比 Action 5 Pro 会稍微的重一点。底部有一个磁吸的小的快拆，那我觉得用过 Action 系列的应该都会非常的熟悉，它也跟 Action 系列是通用的。而且朋友们看到吗？这里4个触点，这里先卖个关子啊，等会儿聊配件的时候我们再说。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聊画质。那画质在这次的评测中，是我第一次要分2个板块来说，因为之前可能都是就是说这台机的画质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是这台机就不一样，因为它有全景模式和单视角模式。首先，这台 Osmo 360的全景模式最高可以拍摄 8K 50帧的视频，而且大疆第一次在运动相机这个品类上用上了1英寸的 CMOS。那我觉得传统的 CMOS， 当你无论是用微单横着拍，还是竖着拍，还是用手机横着拍、竖着拍的时候，它都能把这个感光面积最有效化。但是当它塞进一个全景相机了以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两边的这个 CMOS 它被浪费掉了。所以其实这次大疆是完全定制了一块1:1的方形 CMOS，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把整块底的有效感光面积给最大化了。什么叫有效感光面积呢？就是说它在拍摄的时候能够调用这块 CMOS 的范围。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一个还是挺创新的一个事儿，而且大家知道，定制一块 CMOS 成本应该也挺高的。而就是这块新定制的方形传感器，在这么小的机器里边，它塞下了2块，一前一后。那这样设计的好处，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啊，在光线良好的时候，整体画面很好的保留了更多的细节。那刚刚说过了光线充足的环境啊，另外我担心其实全景相机的夜晚的这种或者说暗光的拍摄能力效果会怎么样，所以这一次我也在各种暗光的环境都试了试拍了拍。我个人觉得肯定是不如光线好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画面抖动的情况啊，因为毕竟是电子防抖嘛。那大疆也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你可以在设置里边找到一个
拖影改善的选项。那确实看到有一些用啊，在你开启的时候，这个拖影的问题会得到一个相对的解决。这次还增加了一个超级夜景的模式，那最高可以拍摄8K 30帧的视频。米老师，他在这搞风筝。每次录音就在这。我在测试，我在工作，好吗？我操！田哥，需要帮忙吗？需要是吧？待会儿等我录完的。小子，需要帮忙吗？来呀！待会儿帮你。我在测试。我其实想偷个懒，所以让我们去个远方，好吧？他们先搭着，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知天幕这一步。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单视角啊，然后正好跟大家同样的光线下，今天这个光还不错啊，有一说一。同样的光线下，大家看看全景的视频跟单视角模式下的视频，它的宽容度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其实这个 Osmo 360不仅仅是一台全景相机，它的前后2颗摄像头都可以单独的调用，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模式下拍到最高5K 60帧的画面，那极广角的情况下能够拍摄4K 120帧。然后单视角这个模式下，我至少从这个小屏幕的肉眼看，有一说一，它是没有看起来那么锐的，就是这更符合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它更像一个更大一点点的 action 的感觉。然后，但是它前后有2个摄像头，需要我干什么？来，打钉子，打钉子，来，我来打个钉子。而且其实这个单视角模式下跟全景相机比，输出的画面啊，整体观感上是要更好的。而且要好很多，也就是说，在这个单视角模式下，它其实就是一台拥有2个镜头的运动相机。这里要特别提一点，就是在单镜头的视角下，大疆增加了一个 Boost 模式，这个视角有多广呢？在这个模式上，就是更加像 Action 5的那个加了增广镜的那个视角。大家看我，其实我的脸这么小啊，能够达到170度的视角。那我觉得和友商的全景相机比呢，大疆新推出的这个全景相机，成也生态，败也生态。成的部分是它硬件生态的部分，它和 Action 5的电池是通用的，这是对我而言啊最大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你其实不太用担心续航，因为我可能这2台机器同时背出去，当然我只需要带这么1个电池仓就足够了。记得最开始我让大家注意到这个4个触点的位置吗？就是你还可以在外接一个续航手柄在这样还可以增加一些大概将近200分钟的这么一个拍摄的时长。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把之前5代 Action 的特点都拿进来了，属于是站在这个 Osmo 系列的前辈们的肩膀上去做了这么一台全景相机。如果你是老用户，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优势的。如果你有像我这种口播的录制的需求，或者说 Vlog 录制需求，我一般的推荐是大疆自己的麦克风。而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小设计，应该普及到所有的这种小相机里边，就是它内置了105G 的存储。因为像这种小相机，你知道，就是卡都非常的小，我们经常头一天拍摄以后，把它放在卡托上，插到电脑里去拷卡，第2天有时候就忘记再插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内置的一个存储，我相信会救命的。105G 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录8K 的话，其实够你录1个多小时了。当然还有一个配件，如果你有了，你就可以解锁更多全景相机的拍摄技巧，就是这种旋转杆啊，看。虽然说有一点抽象啊，哎呦我天哪，但是它可以拍出那种时间定格的那种子弹效果的这种环绕感，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如果你要玩这种镜头的话，直接把这个时空凝固这个模式开启就可以了。所有的这种延长杆你都可以接这种快拆的效果，看。它就装上了，然后你卸下来的时候可以这样，然后装到别的配件上，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方便的。那它掰的地方也则还是生态，就是它还不够完善的后期软件。其实全景相机在前期拍摄呢是很简单的，但是到了后期有可能在素材上或者说在电脑的剪辑上处理起来就会比较的困难，或者说比较难挑吧。我觉得拍摄上太省事儿了，这举着就拍了呀。后期上那可不关我事儿了。从工作量上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试过几个镜头，但是就来回倒也挺麻烦的。这是完全2种创作逻辑，我个人觉得背着抱着一边沉。你在前期省事儿了，后期就要多付出一些精力。大疆为了剪辑全景的素材，也推出了自己的软件啊，叫 DJI Studio。可能因为它是第一次推出全景相机，在软件端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优化。那其实更加推荐大家的是直接拍完了，用手机端的这个 DJI Mimo 去进行剪辑，打点或者切换视角都更方便。如果你需要长视频的剪辑，也可以 AirDrop 到你的电脑上或者拷到你的电脑上。那我们做评测已经4年了啊，一直在给大家分享都是如何拍的美，如何拍的好看。但是这台相机我觉得不一样，
它好像让我慢慢的发现了一个关于拍摄的新标准，如何拍的有趣。因为你总是忍不住的想尝试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视角啊，比如这样，完全没有人，开心。还有这样，我在学镇定话，说热死，热死了，热死了。这咋听的呢？就是说实话，这个给我们这次评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但是我也有点好奇，这种视角的 vlog 大家会想看吗？我不知道，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就像这个我们的编导饺子说的，他可以接受抽象的丑，但他不能接受具体的丑。好玩啊，它丑的很特别，变形的会千奇百怪、奇形怪状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我会愿意发出去。我是觉得很有趣，就是它可能跟我们正常拍摄的视角不太一样。我感觉做表情包挺好玩的。这回你用这个相机，你俩感觉彻底放飞自我了。最后就是价格上的了，不到3000块的这个单机身售价，畅拍套装要3799。那当然，我们后续每个月的这个幸运降临的环节一定会考虑它，所以记得关注这个频道。但是这两个价格都不包含那个续航手柄，那个单独要749块钱。但是它不仅可以续航，还可以切镜头和按录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深度使用的话，还是挺有必要的。所以这么一整套算下来，它的售价其实是跟 Pocket 3差不多的。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有趣和画质这两个方面的话，我肯定是更在意有趣，画质对我来说一点不重要，就是怎么糊都可以。你高清的相机太多了呀，你就是这两个，我觉得侧重一个点就可以了，就是好玩，它做到极致就可以，让我有一种稀奇感吧。他们三个比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全景相机，因为 Action 5它就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但我记录生活更喜欢用手机，因为我拍了也不会剪，我可能就是蹭着别人的玩一下。如果我骑个自行车啥的，我可能会真的会买这个，就是户外。我先买个自行车吧。要什么自行车啊？那刚刚也提到啊，陆米仓的工作群里边，因为这台相机多了特别多同事的表情包，都是用它拍的。但我觉得这是哈苏一亿像素给不了的，也是胶片给不了的，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乐趣。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全景相机独有的魅力吧。哇，这个面光太舒服了。然后最主要的是，我把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也可以拍下心爱的人。这我觉得就是全景相机的意义吧。亲爱的人来了。啊。